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跨年夜上，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给俄军送上了一份新年大礼包。乌军使用海马斯远距离命中顿涅茨克地区马克耶夫卡临时驻地，袭击使得一处大楼垮塌。由于袭击又导致军火库发生爆炸，故而造成了相当惨烈的人员伤亡。乌克兰方面表示，俄军有近400人死亡，另有300人受伤，而俄军方面公布的数据是63人阵亡。显然，这不可能是真实数字。随着现场清理工作的进行，数字必然会持续增加。随后，俄方更新的阵亡数上升到了89人，而这一数字，火力军认为依然明显低了。但哪怕是按照俄军公布的89人阵亡而言，也是目前能够确认的俄军在单次受袭中战损人员情况最严重的一次。相当于一次袭击就造成了俄军在整个俄乌战场3天的阵亡数，加上这一次袭击还是发生在跨年之夜的派对中，如此集中的死伤明显会给俄军士气造成不小的打击。俄方在事后的调查报告中指出，当时现场有人违规使用通讯工具，乌军正是监测到大规模密集通讯信号，才针对性发起攻击。随后就有俄方要发动报复的说法，吃了亏就要找回场子，自然也是俄罗斯的祖传手艺了。但凡是俄军吃瘪后，肯定会有报复性的作战行动，而且最后宣布的战果还会相当辉煌。这不就在1月8日，普大帝宣布单方面停火36小时后，俄军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报复性作战的成果。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表示，俄军在掌握可靠情报后，对顿巴斯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里的乌军驻地发动强力袭击，造成600多名乌军阵亡。而乌克兰方面在第一时间就予以否认，表示俄方所谓的战果并不属实，该地的建筑物没有被俄军命中，并且也没有任何人死亡。火力军认为，俄方虽然有吹嘘战果的毛病，但也不至于像乌方所说的夸张到1例伤亡也没有吧。于是就查了一下袭击现场的资料，发现好家伙，这不查不要紧，一查还真如乌方所言。俄罗斯国防部这次真是吹牛吹大了，圆都圆不回来，堪称大型打脸现场。我们来还原一下双方的情况。首先是俄罗斯方面，俄罗斯表示，他们在情报系统的指引下，发现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乌控区的一所学校内，学生宿舍楼在废弃后一直被乌军士兵使用，是乌军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的一处临时驻地。2栋宿舍楼共驻扎有1300多名乌军士兵，其中的第28号宿舍楼驻扎了700多名乌军，第47号宿舍楼驻扎有600多名乌军。在发现这个情况后，俄军指挥官当即下令对其展开打击，共有4到5枚导弹命中了目标区域乌军的住宿区。俄罗斯国防部毫不避讳地表示，这是替马克耶夫卡的俄军报仇。报复行动造成至少600多名乌军阵亡的战果。从数据上看，俄军这波行动打得很符合俄式风格，己方阵亡89人，换取消灭乌军600余人，交换比将近1:7，简直赢麻了。接下来我们再切换到乌克兰方面，首先是乌军东部集团军发言人表示，俄军当天确实发动了导弹攻击，大概发射了7枚，但只是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，而乌克兰武装部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俄军的报复行动没有命中乌军驻地，而是击中了一无人的学校，并且这2栋楼房还都只是烂尾楼。随后便请来了媒体人员实地探访俄军所说的袭击区域，包括 CNN、芬兰电视台、意大利共和国报以及英国路透社的记者们。记者们在现场的确拍摄到了巨大的弹坑，但弹坑都在大楼外围分布，宿舍楼除了玻璃破损外，几乎没有任何其余受损痕迹。火力军在看到这里时真的绷不住了，俄罗斯，你的导弹是什么楼体描边大师？精准度简直令人捉急。近在咫尺的大楼岿然不动，只是看到在外围炸了几个大坑，这是打算给乌克兰人种圣诞树吗？并且各路记者也进入建筑物内部查看了一番。按理讲，如果有上千人的部队在此，那么士兵休息过夜一定会留下痕迹，包括遗落的弹药箱、睡袋、头盔、防弹衣乃至军用口粮。然而这些在现场根本看不到，记者们没有拍到任何士兵驻扎留下的痕迹。况且即使真如俄军所言藏有士兵，按照宿舍楼的受损情况，仅仅是玻璃被震碎，连天花板都没掉，那么造成的伤害顶多也就是个脑震荡。
而如果说现场能造假，那么死伤如此多的士兵总要拉走救治处理吧。为了探究真相， CNN 记者们还在室内跑了一圈，造访了医院和殡葬馆，同样没有任何异常情况。如果俄军袭击造成大规模伤亡，那伤员和遗体在哪里呢？总不可能舍近求远拉到室外医治吧。目前这个学校甚至已经变成了网红打卡地，除了各路媒体外，甚至还有当地老百姓都兴致勃勃来参观所谓的受袭现场。这样综合下来，到底谁在撒谎就很明显了。俄军方面如果真想证明战果是真的，就会调卫星拍照，或者让当地安插的眼线去拍照证明。但不幸的是，现有证据都是乌方提供的，其中跟俄军唯一能沾边的证据就是炸出的树坑，几个树坑就能伤亡600多人。除非这些士兵在弹着点爆成团挨炸，俄方在没有任何视频图像佐证的情况下，就口嗨消灭了600多名乌军。至于乌军方面有没有可能的确有实际损失而被故意掩盖，毕竟交战双方在作战行动中，即便受到严重损失也坚决不承认的情况十分常见。此前乌军方面对于信息管制的力度非常严格，任何与部队交战或损失的信息，一旦未经允许就直接发布，会被逮捕受审的。但此次乌军的辟谣十分迅速，8号受袭，9号就邀请了各路媒体记者前去一探究竟。如此短的时间内，想要造假造得天衣无缝，显然不可能。况且俄军此次打击的目标位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，该市是斯拉维扬斯克双子城之一，距离前线战区仅30多千米，是俄军重点关照的地区。俄军真的会心大到在明显建筑物内密集部署上千名士兵？这样的脑残行为，恐怕也就俄国人能干得出来。可以说，这一次的袭击堪称大型打脸现场。原本在1月1日，俄军遭受重大损失，但随后普大帝突然宣布单方面停火，主动停火即是一种姿态，一方面能够展现出假惺惺的人道主义情怀，另一方面也有时间来搜集情报，酝酿报复。然而，这种行为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上当。泽连斯基就表示，在传统节日停火这样的行为没有什么意义，一边停火，一边利用这段时间把武器装备运往前线。36小时一过，反而增加人员伤亡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就连天天被嘲讽老年痴呆的拜登也表示，在圣诞节和新年的时候，俄军在打击教堂、医院、托儿所，现在停火又有什么意义？普大帝这幼稚的小伎俩被识破，所以在36小时刚过的1月8日就发动猛烈袭击。这次袭击从目的上来看，火力军认为是真的要打，而不是做做样子。但问题是，俄军选择袭击目标真是不靠谱，这个锅就应该由俄军的情报机构来背了。他们没能找到乌军真正的兵力集结点，只找了2个可能有过乌军但时效性存疑的地点打一打，给后方一个交代。至于打完以后不经求证就急于邀功，这个锅扣到俄罗斯国防部头上一点也不冤。毕竟是这个肉喇叭发出来的大捷喜讯，还引得今日俄罗斯 RT 这样的俄国境内相当重量级的媒体转载，也不知道这些俄语媒体的脸疼不疼。而这一结果让俄罗斯一众军事博主都彻底破防，都觉得官方太能胡扯了，基本没有一个相信这个战绩。俄罗斯颇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军事解密对此就进行了强烈吐槽，直接发了一篇标题为“让我们先说说诈骗”的文章。文中指出，俄罗斯官方虚假报道横行，以及这些官僚堂而皇之撒谎却逍遥法外，在俄罗斯就是一种常态。可见这一次连自己人都忍不了了。火力军认为，俄罗斯官方这一次一次的被打脸，预示着俄罗斯正在回归其原本的地位，那就是将长期处于欧洲3流国家。因为俄国从历史上看就本该如此，长期就是个贫弱的农奴制国家。1812年战胜拿破仑，使其在欧洲迎来首个高光时刻。1945年攻入柏林，战胜德国，进入第2次高光时刻。但是俄罗斯在其他漫长的历史时期都在世界边缘角落。克里米亚战争、日俄战争、第1次世界大战都是失败者。到如今的俄乌战争，北约在没有派出地面部队的情况下，俄罗斯也仅能依靠着苏联时期的家底勉强维持战局。一旦 F-16战机和豹2坦克加入战局，俄罗斯很可能会重蹈战败的覆辙。好了，
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关于这次俄军战果的真实性，大家是否有不同意见？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